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两岸的统一是必然的趋势，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窜访就改变或者阻挠，就是中国统一大业的这个滚滚的潮流。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次解放军东部战区围绕台海的这个军事演习呢，可以说把这个台湾当局或者台独分裂势力呢，推上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在这个解放军演习的同时或者是结束以后呢，这个台当局呢，特别是台军方说我们对这个解放军的演习是严密监控，但我们实际上呢看到的是严密监视，就是他控不了比如说这次的演习我们选择了离台湾距离比较近的6个区，包括了东西南北。那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多的区域，它是不是控制住了呢？因为你监控嘛，就监视控制嘛，你控制住了吗？没有，因为火箭军的导弹打了11枚，有些导弹是穿过台湾岛的上空的，它不是飞到大气层以外穿过去的，而大气层以内穿过去的。说明什么？说明解放军的这个导弹呢，是可以把台湾岛整个的区域全部覆盖掉的。那你就是台湾岛整个在解放军的导弹的火力打击之下，那么你台独分裂势力或者是台独分子，今后就没有藏匿之地，因为你整个的岛无处躲藏嘛。因为这种导弹它既可以是钻地弹，就是你钻到工事里边，它可以打到地下工事里边去。那么你对它干扰，它可以反干扰，所以他们就没有藏身之地。那么第二点，当解放军空军的战机飞到离台湾距离很近的时候，就是肉眼都可以看到岛上的这些山峰或者是主要的地标建筑的时候，那距离非常近。那要按照就是以往台湾当局的这个就是所谓画的中间线你过了中间线或者靠近它领空的时候，它会起飞飞机跟踪监视进行拦截的。它还有的时候给你这个无线电通信里边讲几句口号，还想对你进行驱离呢。这次你看它不敢做出任何的反应，因为这次的演习是实兵实弹的。那么如果你起来之后比如说按照常规，第一点是识别查证，你首先知道这是解放军的战机，因为无论是它的机型还是它上面的标识都非常清楚。那么你识别查证都到了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你当然可以查证它是解放军的战机。那么按照惯例呢，就是进入这个领空的时候，那你都应该是跟踪监视那你没有看到这样的跟踪监视的行为，那么进入领空之后呢，你应该是驱离了。那么你有任何的战机在附近吗？你有这种驱离行动没有？你不敢做。所以你对解放军的这个战机，你怎么能够说是控了呢？你根本就没有控，所以你只能是监视看着。那我们再说解放军的舰艇应该是12海里为领海线，12海里大约是20多公里。那肉眼能够看到对方，那么而且呢还能够看到就是海岸线上面在陆地上的一些比如重要的这个标识，重大的比较大一些的建筑或者标识，那这个距离很近了，那就不是12海里的问题，那可能12公里的问题了。在这么近的距离，解放军的军舰在这儿，你都不敢靠近，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台湾的军舰就在附近，他都不敢靠近，早就在导弹射程之内了，早就在火炮射程之内了，你为什么不敢靠近呢？不战而屈人之兵你敢控吗？你没法控。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4个军种的联合演习你看看台湾当局，他这次敢做出一点动静、一点反应吗？没有。所以呢，就是他说的严密监控，
只是给自己拉起一个遮羞布而已，就是你不敢做出任何反应，你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你的无能为力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我们再看，当解放军的这个演习接近尾声或者是结束了以后，台湾当局做出什么反应呢？他组织了这个大口径的火炮由岸对海的射击。我们且不说呀，就是这些火炮的落后程度，比如说有这个几十年前的，甚至还有参加过二战的这样的老旧的火炮，装备落后没关系只要它能打响，只要能够使用就可以。但是你看看它那个摆拍，几门火炮挨着，那对方的一枚导弹、一枚炮弹落到这儿，把这个炮阵地整个的几门炮不全报销了？有这样执行军事任务或者作战任务的吗？所以显然是摆拍就是把几门火炮放在这儿，好像我们在对海上射击或者对某一个目标射击这都不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军事上行动的时候所摆的一个阵地。当然，你平常训练的时候可以大家近一点，然后听口令做某一个动作，但是你现在是做这种所谓实弹射击的演习，是在做这种打击的军事的演习你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你就是这么一种方式，那这个武器装备落后不说，那你这种战法和样式也完全不对呀。那这能够打赢吗？那这能够去打到对方，或者是说像蔡英文讲的那样，能形成一个刺猬吗？现在应该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你现在是兵力集中，火力分散，这打的是什么仗，或者是什么军事行动呢？所以我们看，通过解放军这次演习，是大大的压缩了台湾当局的这个安全的它的这种环境或者区域。因为过去他还自己认为有一道所谓中间线，那么为了不使台湾当局就是惊恐，或者是说台湾的民众恐慌，我们一般演习也好或者巡航也好，不过这个中间线。那现在你看中间线不复存在，而且我们的战机军舰就进入领空，就进入12海里，你又怎么样？那么今后这个导弹可能随时随地都飞越台湾的这个上空，那么你的这种缓冲地带或者安全的区域就再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想这次解放军的演习既是震慑了就是台当局分裂势力，就是说你不要往红线上靠，解放军就是有能力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国政府或者是这个大陆的这个人民，他说话是算数的。那么再有一点，也是警告外国的分裂势力，就是外国想插手中国事务的这些组织人员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两岸的统一是必然的趋势，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窜访就改变或者阻挠就是中国统一大业的这个滚滚的潮流。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